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9月11日911事件週年，美國發生咗咧好多不幸嘅事情啊！咁啊，前幾日咧一個烏克蘭嘅女子，佢係為咗逃離戰火啊，結果去到美國度生活，諗住去到安全嘅地方啦，結果咧喺巴士度咧就俾人哋咧襲擊致死。咁呢個係令到 Donald Trump 好憤怒，我自己都係好憤怒啊！咁啊，Donald Trump 係講得啱吓，即係我係關於關稅政策、佢嘅外交政策、烏克蘭政策。我係反對 Donald Trump 啊，但係喂呢個喺內政上面咧，我係好多都支持 Donald Trump，我唔係今日講㗎，我喺2016年我講㗎咯，就譬如話呢個嘅罪犯問題啊，因為美國咧而家咧就係嗰個系統性崩壞嘅司法制度，英國嘅都係因為咧我哋對嗰啲罪犯咧好有同情心，所以咧就變成咧嗰個成本好高。喺英國啊，一個罪犯咧入去坐監1年嘅成本要4萬英鎊，咁所以啦，工黨政府也好，或者美國民主黨政府也好，佢係諗咗個方法。唔好捉啲人去坐監啦，佢犯法你都警告下佢算啦，因為捉佢去坐監咧個成本好高，我哋政府會破產喎，要起好多監獄俾佢哋喎，咁啊不如警告佢算啦，咁啊或者咧之前咪出現零元購咩偷嘢950蚊美元以下就當輕罪啦，往往就係警告啊記名就算嘅，就冇實質嘅判刑。咁啊或者社會服務令你都要搵人去監管佢啊，咁所以成本好重啊，佢哋就諗。呢個成本問題，我就不嬲建議2點嘅。第一就打藤，你唔可以令到罪犯係冇代價噶嘛。你打藤咧，佢代價重咗，佢咪下次唔敢犯咯。你好似 Donald Trump 咁講，拉晒啲人去坐監，就變咗拉幾千萬人去坐監咧，政府真係會破產噶。第二咧就係海外設置監獄，譬如話英國咁，英國喺盧旺達設置監獄啊。如果你喺英國俾人拉咗判10年監，喂而家咧工黨政府就話咧坐40成啊，4年就放佢出嚟啦。係咪等佢改過自身？咁呢樣嘢咪冇阻嚇力嘅？你喺街度咧搶幾廿部電話嗰啲人咧，都係判3年咧坐4成又放出嚟，咁結果佢哋咪繼續出嚟做世界啦，係毫無阻嚇力嘅。其實咧，我啊建議喺海外服刑嘅，海外服刑你譬如話判10年，咁你咪喺英國本土要坐足10年。如果你喺海外坐咧，可能咧坐6節啊，當6年或者4節都好啊，4年放翻出嚟，然後剩翻嗰6年咧。你就同英國政府簽訂嘅協議，我6年內唔返英國啦，留喺盧旺達或者去其他國家咁總之咧就當坐足10年，呢個就係我嘅建議嚟噶嘛。咁一家便宜兩家著，但係左派喺過去嗰幾十年咧就有同理心啊、同情心啊，就認為喂啲監犯咧有權喎，有人權，佢哋可以同屋企人相處喎，屋企人可以定期嚟探訪，呢個當然係重要。但係而家有視像啦，其實屋企人嚟探訪都係隔住塊玻璃㗎，隔住個膠片㗎。咁啊，你可以視像，咁啊仲好，但係當然美國有啲州份咧，直頭係可以有呢個嘅咩行房嘅權利嘅，即係你個太太可以同個老公咧一齊可以喺一間獨立嘅房間裏邊咧係發生性關係，呢個係囚犯嘅人權咁等等。咁但係人權係重要嘅，但係資源你唔能夠唔考慮嘅，所以而家美國啊、英國、歐洲咧系統性嘅治安崩壞咧，就係同呢個資源過重，即係分配資源分配。太過尾大不掉咧，亦都有關係。嗱，咁啊講翻呢個 Charlie Kirk 啊，呢個 Charlie Kirk 咧呢幾年咧 YouTube 咧經常咧播佢啲片俾我睇嘅。咁啊佢講啲嘢咧，我覺得有道理喎。而且咧我係佩服佢嘅，佢係民主嘅典範。Michael Sandel 哈佛大學嘅哲學教授，呢個亦都係我嘅啟蒙者嚟。我好多對哲學嘅認識咧，一係就嚟自陶國璋老師，一係就嚟自呢個 Michael Sandel。咁啊早期就李天命啊，後來讀書就牟宗三先生啊等等，盧思光、殷海光教授等等。咁咧呢個嘅 Michael Sandel 話咧，民主咧係要辯論啊嘛。而家民主就崩壞咗，點解？因為冇咗辯論。點解冇咗辯論咧？就係因為咧喺茉莉花運動嘅時候已經發現咗民主在退潮。以前有城市論壇喎，即係我哋係會聽到左右紅藍綠嘅聲音。但係咧，有咗社交媒體之後咧，啲人淨係聽同溫層嘅聲音，極左就越嚟越極端 ，LGBTQ 嗰啲越嚟越極端，極右嘅嗰啲咧又越嚟越恐怖啊！咁所以越嚟越法西斯，法西斯對呢個極左民粹，兩者咧其實並冇分別嘅，只係大家嘅選擇取向唔同咗，撕裂咗個社會。就因為大數據咧，啲人淨係聽到同溫層，而且咧大數據下咧，好多匿名嘅人喺網上都發表言論啊嘛。匿名者發表言論，或者佢哋唔出自己嘅名，改過一個假名，什麼白冰啊、什麼水啊嗰啲咁嘅名，就可以咧肆無忌憚地咧去渲染啲虛假資訊，係咪？就變成咗個社會咧，就總係吸納到一啲 loser 去聽佢哋嘅意見嘅。
咁所以呢一個就社會撕裂咧，其實民主退潮就係同大數據係一個直接嘅關聯喺裏邊。呢個我早已論知啦。咁而家呢個咧Charlie Kirk 咁我覺得係好佩服嘅，就係佢真係能夠走到去校園裏邊啊去直接同人哋做辯論，直接咧去講述佢自己嘅意見。咁呢個係非常之令人哋敬佩。咁而且佢裏邊咧偶有唔錯嘅一個表現喎。咁佢講啲咩好精彩咧？我就好記得嘅，就係佢對於 LGBTQ 嘅反擊。LGBTQ 咧其中一個核心嘅論述嗱。我哋認為性取向咧，好多時係天生嘅，有啲人係同性，有啲人咧就異性。同性同異性咧，好多時係基因抉擇。咁我哋係同意噶，呢個亦都有科學研究嘅支持嚇。咁但係咧，佢哋 LGBTQ 啲人慢慢進一步咧就話 sex 咧係我哋冇辦法選擇嘅，染色體係天生嘅，但係 gender 我哋係可以選擇嘅。咁gender 就係你嘅性別定義係可以自己選擇嘅。咁我呢個我就有啲懷疑啦。性別定義係咪可以自己選擇嘅咧？即係我係天生係男人啦，我本是男兒身，又不是女兒，我又唔係女人。咁但係如果我定義自己係女人，我就可以入去女性嘅洗手間同更衣室，甚至乎可以參加女性嘅運動比賽，打女人boxing 我打 boxing 啊嘛，係咪可以定義自己參加女性嘅拳擊比賽打女人啦？咁呢啲極左嗰啲人認為係可以嘅。咁呢個係極之荒謬嘅，係咪啊？因為點解咧？自由係咩 ？liberal 就係你哋嘅自由就唔影響人哋嘅自由啊嘛。但係咧啲極左人士咧，佢話 gender 定義就係我哋嘅自由，但係佢就影響咗其他人嘅自由。我有兩個女，如果啲跨性別人士定義自己為女性係男性，男性變女性入嚟女更衣室度，同我個女咧係一齊換衫或者一齊參加游泳比賽，咁我當然不能接受啊，因為你嘅自由係侵害咗我嘅自由啊嘛。呢個我係即係非常之反對嘅。咁而咧呢個嘅 Charlie Kirk 咧，佢係講得好好喎。佢係講咗一句，佢話啦，喂，有一次有一個黑人嘅 LGBTQ 嘅女性嚟質疑佢，佢就話：你認為自己係女人，你可以定義自己係男人啦。嗰個黑人嘅女仔話：係啊，我認為自己係男人嚟嘅，I am a man。咁而家美國嗰啲左派咧，直頭唔准用 man 啊、woman 啊呢啲咁嘅 terms 或者 father、mother 都唔准用，就話要用 parents。parents 係中性啊嘛，因為可能有兩個男人係 father-mother 啊嘛，有兩個女人係 father-mother， 所以佢哋用 parents 就唔可以咧，即係有性別嘅定型啊，佢哋咁講嘅。咁呢個嘅 Charlie Kirk 咧，佢就有一次就話：喂，我可唔可以定義自己做黑人啊？黑人係客觀嘅事實嚟㗎。咁Charlie Kirk 佢明明係白人嚟噶嘛，佢梗係唔可以定義自己做黑人啊。咁對方個黑人女性咧，亦都無可奈何啊！佢就話你可以定義自己做黑人嘅。我認為 Charlie Kirk 呢個反擊咧係精彩嘅，但係唔有效。點解咧？因為黑人同白人啊，或者係男性同女性呢個係客觀嘅嘢嚟嘅，呢個的而且確係客觀嘅嘢嚟。但係咧，我認為你男性定義自己做女性，或者女性定義自己做男性咧，佢係會侵害到其他人嘅權利。頭先我講過啦，侵害到其他人嘅權利喎。就因為女更衣室或者男更衣室，喂，我入男更衣室，如果有幾個女人入嚟咧，我可能都會唔自在喎。除非嗰幾個女人係即係靚到好似呢個 Emma Watson 啊，或者呢個嘅 Anna Hathaway 啊，咁我就接受啦。但係唔係嘅，我就未必會接受嘅，係咪？佢會侵害到我嘅權利喎。呢一點咁但係你話自己係黑人，你係白人定義自己係黑人咧，你未必會侵害到其他人嘅權利，你最多會令到一啲黑人覺得 unrespect 我自己如果我係佢咧，我就會點講咧？我可唔可以定義自己做傷殘人士咧？咁我明明客觀上係健全噶嘛，我可唔可以定義自己係傷殘人士咧？因為如果我定義咗自己係傷殘人士，我就會侵害到其他傷殘人士嘅權利。譬如話我泊車，我就可以泊傷殘人士嘅車位；我去屙尿、屙屎，我就可以入到去殘廁，會阻礙到傷殘人士真正使用嘅需要噶。係咪？或者我定義自己係傷殘人士，我搭飛機我可以 priority， 可以優先上機過關，我可以優先過關。我認為我呢個例子咧係比阿 Charlie 咧可能係更恰當一啲，但係我不得不佩服阿 Charlie 嘅反擊。而且咧，關於移民邊境嘅問題，我係認同 Charlie 嘅。美國或者歐洲大開中門讓難民入嚟，我認為讓難民入嚟咧係義之所在，但係就唔有好多根本就唔係難民，係經濟移民。而家美國咧就係咧
有一啲左派人士或者英國都係嘅，認為經濟移民啊都要幫助嘅，人道啊全部都要幫助嘅。喂，如果難民咧，你係譬如話孫中山啊、黎智英啊嚟投靠，你咪接受佢咯。呢樣嘢係意之所在嘅，幫一啲即係為社會有爭取而且曝光率好高嘅人。點解要曝光率好高嘅人有特權咧？呢個唔係特權嚟，係因為交易成本啊。佢曝光率高，你黎智英或者係戴耀廷、黃之鋒啊、周庭，佢哋曝光率高咧。審核佢係咪難民身份嘅成本係好低，但係你唔係嘅，你普通人走嚟就話自己係難民受政治迫害，咁呢個係冇辦法地求證，或者你求證嘅時間好長，成本好高，呢個係會導致到國家嘅財政崩壞喎。你幫人唔緊要嘅，你要考慮自己嘅能力先去幫人啫嘛。而家美國啊、歐洲啊、英國啊就大開中門，任何呢啲國家咧喺戰亂咧，或者係落後嘅國家嚟到咧，就話自己受到司法迫害啊，就話成啊，其實係因為整個國家混亂。如果整個國家混亂，你接受晒個整個國家嘅人，咁咪令到自己國家嗰個治安惡化啦。第一，第二就係財政崩壞啦，第三就係文化入侵。所以我喺難民邊境政策咧，我係認同呢個嘅 Charlie Kirk 或者 Donald Trump。呢個我唔係今天講噶，我2016年已經講嘅。我唔認同 Donald Trump 咧，主要係佢外交政策對烏克蘭嘅政策對歐洲盟友嘅政策，我係極之反對嘅；對加拿大壓迫嘅政策，我係極之反對嘅。但係佢個內政咧，我係支持嘅。反對呢個嘅政治正確，我係支持嘅。保護呢個嘅兒童女性，我係支持嘅。同埋咧，更重要就係反對呢個嘅無止境嘅難民政策，我係支持嘅。咁但係咧，呢個關稅政策我當然係反對啦。尤其是關稅咧係可以對付敵人，但係你對付盟友咧，呢個不能接受嘅。咁最後就係我想講就好可悲嘅就係一點，就係呢個 Charlie Kirk 咧，佢係保守派 Donald Trump 陣營嘅支持者啦嘅 KOL 啦，佢係認同咧要放寬槍械管制，佢反對民主黨咧加強槍械管制嘅言論，但係最後卻死於槍械呢點咧，好諷刺，亦都好不幸啦，好惋惜。咁但係我自己認為咧，保守派裏邊最大嘅北係咩咧？嗱，我就話啦，我唔同意你嘅權利，但係我要誓死捍衛你有唔同意見嘅權利。所以槍殺佢呢樣嘢係一定係要譴責嘅。但係 Charlie Kirk 或者係 Donald Trump 或者整個保守派陣營咧，認為槍械合法化最大嘅問題係咩？佢槍械要放寬，唔好咁多監管，因為呢個係憲法呢點，咁你憲法係應該尊重嘅。但係憲法如果不合時宜，係咪應該要修改咧？嗱，第二就係喂，槍械咧係保護我哋自己喎。呢個我都認同嘅。就譬如話咧，喺英國咧，如果有人 break in 入嚟你間屋咧，英國警察係呼籲咧你同個賊合作喎，唔好咁多無謂反抗喎，因為咧佢嚟偷嘢啫。如果你反抗，可能佢會殺死你嘅。所以英國嘅警察咧就鼓勵你係要合作嘅。但係咧美國咧就唔同啊，美國咧有城堡法噶嘛。呢個城堡法咧，你入到嚟我就可以殺死你啦。我唔理你咩原因，總之你入到嚟我城堡，我就可以殺死你。咁我係認為咧呢個係有道理嘅。我所以都喺槍械方面咧，我係認同咧居家應該係有槍械嘅，因為美國嘅邊境又開放啦，好多人有槍啦，幫派又有槍啦，係咪啊？咁佢哋入到嚟咪會有機會槍擊咯。咁你防止個槍擊最好嘅方法係咩？我先槍擊你啊嘛。咁呢個我係同意 Charlie Kirk 嘅，但係我唔同意咧呢個槍械咧可以隨意帶出街。喺美國好多州份咧係可以隨意帶出街，而警察係唔能夠因為咁而攔截你嘅。咁呢個我係唔同意嘅，因為正如頭先我所講啦，自由嘅定義係咩？我嘅權利唔好侵害到你哋嘅權利啊嘛。你隨意帶支槍出街咧，第一就唔小心走火跌傷跌出嚟，係嘛？會造成咗生命嘅財產嘅損傷啦。第二就係你帶支槍出街咧，係會威嚇到其他人，威嚇到其他人嘅時候係會影響到其他人嘅自由安全。咁但係咧保守派就反對啦，保守派認為呢個係我嘅自由，但係佢諗唔到你嘅自由係會損害到人哋不受到威脅嘅自由。即係如果每個人都帶支槍出街咧，咁呢個擦槍走火嘅機會又會增加。所以我自己嘅建議咧，你可以應該有合法使用槍械嘅權利，喺自己屋企，喺 in your castle， 我覺得係 OK 嘅。咁但係帶出街咧就應該要禁止嘅，或者要限制。點樣限制咧？就係全部槍，我認為合法嘅槍械應該裝晒晶片啦。而家呢個年代裝晶片就最好啦，係咪？如果啲人帶支槍出街，咁有其他嘢 scan 到咪響咯。咁但係當然保守派一定係反對嘅，因為佢認為我帶出街係我嘅權利嚟噶嘛。
係我嘅自由係憲法賦予噶嘛，咁但係憲法係可以修改嘅喎，其實咁當然政治現實上修改好困難啦，但係起碼提出嚟係應該要嘅。我認為所有合法嘅槍應該要有晶片，帶出街會響咁去到一啲嘅公共地方會響，咁呢個咧就令到合法嘅人帶槍咧減少。咁但係問題係合法嘅人帶槍減少，非法人帶槍咪越嚟越邪惡咯。咁咪頭先講過咯。如果喺你嘅 castle 喺鋪頭裏邊店鋪，或者喺屋企或者私人嘅土地領域或者 security， 佢哋可以合法控槍、合法使用槍械。譬如話人哋入嚟你鋪頭搶劫，你咪一槍擊斃佢，最合理啊！呢樣嘢係咁使用係咪要使用恰當對等武力？英國政府就要話使用恰當對等武力，但係你唔知對方會做乜嘢噶嘛？係咪？梗係先法制人後法制於人啫啦嘛。咁所以我認為咧，城堡法咧係有佢嘅道理，應該要保留，亦都應該要咧加強啦城堡法嗰個法規啊。咁所以就唔會出現零元購啦。如果有城堡法，佢嚟搶你咪擊斃佢咯。你擊斃幾個人，佢哋唔敢嚟搶噶啦。咁而家嘅結果咧就係轉嫁消費者度啦，係咪啊？就因為你啲人零元購，然後啲鋪頭又會加價啦，買重保險啦，消費者咪受苦啦、受難啦。但係啲左派梗係唔會明啦，所以無論左定右咧都係可接受，但係極左極右咧就不能接受。呢個就係我呢幾年好努力希望破障嘅目的，就係令到啲人唔好咁激進啊嘛。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亦都係深切悼念Charlie 即係佩服佢嘅為人，亦都覺得好惋惜。希望大家喜歡呢條影片啦 ，like、subscribe、share。再 YouTube 會員同埋 Patreon 咧有優先睇同埋獨家內容，希望大家支持，知識有價，拜拜。